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1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双李宁的全诚实 V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双鞋可以打几分呢？这双 V2 版本跟之前的 V1 版本在外观方面的变化非常大，并且变化基本上就在鞋面上。鞋头部分改为了类似于韦德之道7上面的覆盖式鞋面，在中间加入了一个魔术贴，并且在后跟处的 TPU 包围做得非常的夸张。原来在后跟处的那一个毫无作用的塑料鞋体被取消掉了，大部分的鞋面材料从类皮质的材料改为了针织材料，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在大底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跟原来的 V1 版本完全相同。有很多朋友认为全诚实的抓地力是非常拔群的，但是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在之前 V1 版本的测评当中，我就已经说过了，它就是声音大，但是真的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强，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水平。全诚实推出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赞同我的看法。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出色。如果场地上面有比较多的灰尘，虽然它的大底依旧能够发出非常大的与地面的摩擦声，但是它根本抓不住地，你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能够踩住，并且它的大底纹路在吸了灰之后很难用手把它擦干净，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无法令我满意。不过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大底所使用的橡胶在硬度方面的表现还是 OK 的。虽然大底的纹路比较细，但是纹路的深度还是非常可观的，拿它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绝对没有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中底方面也同样没有变化，全掌内嵌式的泵加上外部李宁云的框架，整体在缓震方面的表现非常不错。虽然定位的是偏后卫的一个鞋款，但是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震脚的感觉，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并不会特别强烈。但是因为所使用的外部框架是使用的李宁云，所以在衰减方面还是会有一些明显。衰减之后，它的整体缓震极限以及整体的缓震力度都会有所下降，并且它在中底的滚动感方面表现也比较一般，中底的前后掌落差比较小，穿在脚上有一种穿休闲鞋的感觉。穿这一双鞋打半场会比打全场更加的合适一些。不过它在场地感以及反应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穿它突破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的直接，脚底下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并且在上翻的大底橡胶上面都有着纹路的覆盖，让它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脚底下的极限抓地力会更高一些。弧形的大底也让球鞋拥有了更为优秀的灵活性表现。其实相对于它在大底以及中底方面的变化，大家肯定更加关心的是它的鞋面变化为这一双 V2 版本的球鞋带来了什么。毕竟大底和中底可以说是毫无变化的，一上脚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鞋楦的变化，从原来偏窄的鞋楦改为了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更加广了一些。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都可以进行选择，并且可以得到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鞋面的包裹表现非常不错，系紧鞋带之后，脚在鞋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多余的空间，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在做急停急起动作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包裹表现非常出色。不过它中段的这个魔术贴对于包裹的提升并不明显，如果大家不喜欢可以直接把它拆掉，它在外部是有走线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可以在没有损伤的状态下把它给拆下来。而在鞋面方面，不止鞋楦变宽了，球鞋内部的填充也明显减少了，因此在你选择正常尺码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在内长方面也会有一点点的偏长。如果要选择这个鞋款，还是尽量穿着一些厚一点的篮球袜来进行实战，并且较少的内部填充加上鞋头处鞋面的变薄，让它在鞋头处的保护有着明显的下降。如果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被踩到，那一定会非常的酸爽。虽然鞋面的强度有着明显的下降，但是在侧向支撑
撑方面的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鞋面的强度虽然下降了，但是也绝对是在够用的水平之上的，并且鞋面的延展性也非常低，加上球鞋外侧受力点位置处的大面积中底橡胶上扳以及 TPU 片的进一步加强，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非常拔群，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在后跟处非常夸张的这一块 TPU 键，也让球鞋在后跟处的支撑性得到了保证。而在足弓支撑方面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球鞋在足弓处有着非常明显的内收，并且球鞋中间位置的动态鞋带孔也延伸至了足弓处，在拉紧鞋带的时候，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足弓部位的支撑有着明显的加强，在足弓支撑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补充一点，在前掌外侧的这一块加固设计，在 V2 版本上已经不存在顶角的情况了，这一点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依然非常出色，大底的面积非常宽大，在前后掌也都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设计，中底的整体重心也是比较偏低的，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在硬度方面也是比较适中的。在做防侧翻测试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侧面的这一块 TPU 键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防侧翻作用，整体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穿它打球非常的放心。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全程实 V2 重量是392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再加上它合理的重量布置以及优秀的鞋脚一体性，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的轻质，非常棒。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绝对是一双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的后卫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绝对是在水准之上的。但是它在各方面的表现却又都没有那么的出色，称不上是一双后卫神鞋，但是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双后卫的实战好鞋。后期价格能够降到400-500，绝对是非常值得购入的。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均衡。如果你是一个偏外显的球员，不知道想要购买什么鞋款好，那这一双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还不如加一点钱上韦德之道10。韦德之道10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这一双鞋更为优秀。这一双鞋就是一双减配版本的韦德之道10。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穿厚袜子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穿薄袜子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它的内长有一点偏长，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前掌的覆盖式鞋面会有一点点的压脚背，高脚背的朋友还是慎选。不过正常脚背的朋友是感觉不到这种压脚背的情况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